它后面有点松，它后面有点松。我们今天很开心啊，邀请两位朋友，一位是大亮，然后和他的对象小涛，对吧？两位都在重庆哈。对。哎，你们俩年龄上有多少岁的差距？我是82年的，他是2000年，应该是00年的18岁吧，18岁差距啊，对。那所以这种年龄上差距会带来什么挑战吗？在伴侣关系里面？就是一些就是接受上会有一点差异性。因为比如说，比如说你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异地，其实我觉得短时间的异地是还好的，但是他是接受不了的。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我觉得我的话，怎么说呢？用别人的话说，我是属于那种老不正经的那种，就已经年过40了。然后我的那个想法，或者是说我的一些行为，可能还比较年轻化一点。就像我们去逛街，我会去看盲盒，然后我喜欢比如说卡通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睡觉的话，我是一直有一个那个抱着就是那个狐狸克，就是那个之前那个疯狂动物城的那个男主角的那个一个卡通形象，然后我会喜欢抱着那个睡觉。然后现在我们两个经常一起睡觉的话，就是我睡觉之前是我抱着的，然后醒来之后发现是他抱着的，就这样的一个奇怪的情况。OK， 所以就是说对很多的这个事情的看法上会有一些差异性嘛？对，有一些差异性。这个差异性，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儿能够分享？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工作上吧，因为他刚毕业，然后找工作他会有很多东西他会来问我，然后有的时候我在公司比较忙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觉得，不能自己做一点决定吗？就是有些时候我会跟他，就是我基本上每天晚上回来，因为我们俩是一起回来嘛，然后我就会在路上跟他吐槽工作上遇到的各种有趣的事情，然后工作上遇到的各种烦恼，然后我本意思想比较想分享嘛，对，然后他就觉得我就是也不是完全觉得不那个，就有的时候可能稍微累一点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会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就是吐槽这样，不应该这样对，因为就是我因为工作的一个原因嘛，就是我们公司就像我开玩笑说的，我们公司是教别人怎么去让员工更有积极力，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更加的压榨员工的。所以说我可能就是和他的一些那个角度上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会去吐槽一些公司的一些东西，但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很正常啊，就职场就是给结果的地方，你其他没什么好说的，就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差距。不是00后要整治00后整治职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要在职场要规规矩矩的，老板说我们不行，我们要加倍卷。对，所以很不一样。对，当时谁追谁啊？这个很明显是我追他，就开玩笑做了几年的舔狗。所以舔的最极端的时候都舔成啥样了都？就被拉黑啊！都拉黑。对，就是之前就是我出去玩，我跟他讲，我就他自己出去玩，他没有跟我说，然后就回来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有一点觉得不开心嘛。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俩之间也就是所谓的弟弟的那种关系哈，就是我会有更多的一些就是怎么要求或怎么样，但是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些东西是没有任何，我又没有给你什么承诺对，就这个意思。然后我就会不开心，对。然后到那天我还记得，就是我在那个，就是我才从珠峰下来，我在日喀则市区的街上跟他大吵一架，然后我旁边还有那个旅行团的朋友一起的，他们说你不是没有耍朋友吗？你看那个吵架的架势都不一样。他当时跟我说好像是在哪个寺庙还是什么地方呢？对，才出来。因为他当时和他朋友去那个珠峰玩，然后其实已经登顶了，好像还是，然后他们在那个帐篷里面住嘛，然后我还在要求他，我说给我拍这个照片，给我拍那个照片，然后他就觉得很麻烦，因为在那里本来就很冷很不方便，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事情才导致了后面的，然后我就越来越要求多，然后他当时就直接把我拉黑了。不止几天，可能还是1个周多，不止，你想当时是过年之前，好像是然后过年之后才放出来。我想知道你又舔了多久，这是为什么给你放出来的？也没有，就是那个时候我就会自我反省的说，我不应该过于苛刻的去对你怎么样道歉。然后他那个时候是把我所有道歉文、小作文、邮件全部
留好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然后发生一些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拿出来给你看的，就是自己按照这个模板。对，这个意思。反省一下，为什么你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到？对，很有意思哈。对，最近一次拉黑什么时候？没有，最近好像真的就在一起之后就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就反而那个没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点患得患失啊，对吧？有时候就在我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最近我不知道听谁说过一句话，就说其实在一起就已经是结果了。对，在一起也是结果，对的啊。是。那所以你们两个刚开始舔人家，这个情感在什么时候发生一个非常质的飞跃的？应该是说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得了病，然后他生病了，然后我就去照顾他，因为其实我一直对他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就小贵经常说我是个中央空调，就我对人特别好。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在学校的话，就是我可能会，但凡是过周末我都会去他们学校，因为他当时学校比较特殊，他们不是每周都可以出来。特别是有段时间疫情的话，他们可能会连续几周都不能出来，然后他们那个学校的后门就成了我接他的地方。然后我一去，他们整个寝室的所有同学就大家都可以不用买午饭，就大家一起就可以。他给我说他想吃什么，然后我就在附近的地方去买了干拿过去。跟他指定，比如说要这家干锅，要什么。对，天呐，所以你最后其实是用这个温暖陪伴，对吧？这个打动他啊，对。其实我之前怎么说呢？因为好像圈里有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不爱的就不爱，他不可能真心换得什么样的。然后其实你是不会相信这句话的，也不是不会相信，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是控制不住的呀。你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能控制得住吗？我觉得我控制不住，所以说，也不叫什么不计后果，而是就是根本就没想过这些，就是怎么他不能出来啊，然后他食堂不好吃，然后那我该不该是不是给他买点什么东西过去，就这个样子。然后后来就在一起也挺开心的，明白。然后在一起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他特别细心，他对我特别好，就很多细节的东西，就比如说下班接到我们见面，因为他是在我回家路上的另外一个点，就正好我们可以一起回家，然后他们下班时间比我晚半个小时。对。然后我去地铁站见到他的话，他会第一时间把我包啊这些接过去。对。所以你们当时就是当疫情那段期间嘛，就是你刚开始他可能有点，就是还挺高冷的是吧？或者说至少表现出来那种感觉还没有。他是直接明说的，反正别爱我没结果，就是那种那种话，真的是说过的，直接告诉你啊。对。然后你居然那么的这个持续的不依不饶的出了很久的坚持是吧？对。哇，你这个对爱情观是还挺打动人的。其实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爱情，因为有的人像现在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些人的思想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就以前一个人对一个人，他特别痴情的话，那叫痴情。现在就是舔狗啊。现在反正就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思维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付出了，我感受到了，我也舒适，我也舒服了，我觉得就 OK 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在一起不就是结果吗？你能够知道第二天发生什么吗？你想那么远，想那么多，或者是爱过就是结果，对吧？就没在一起，这个爱的过程也是很爽啊。因为其实就他的感情生活可能要简单一些，短一些。我还以为丰富一点呢。我的意思，毕竟我活那么大嘛，对吧？就是我是一个不会和我的前任就是完全划清，就是说拉黑或者什么样的那种人，就像。我们经常会和我一个朋友经常一起玩，他是我所谓的叫做 BFF， 就是 Best Friend Forever 然后他就是我的前任，然后我们其实关系很好，然后就经常一起，然后他最近心情不好，然后也是因为喜欢一个人，然后那个人不能给他承诺，他就会找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他们俩在后面就属于那个话匣子打开停不下来的那种，我在前面就会是那种。他们怎么可以有这么多话可以说？而且我跟他那个前任就是聊得很赤裸，然后因为他那个朋友是爱了10年而不得，哇，10年都能坚持下来哦，间接性的吧，应该是。对，间接性，就他们其实就是那个人在和我谈朋友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朋友之前就认识了然后怎么说呢？因为他那个朋友是喜欢胖的然后我那个朋友不胖。
所以说就2个人10年过来就成了好朋友。但是就是用那个人的话说，就是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在一起也是可以。他说但是我担心的是我对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喜欢，我会觉得尤其是这种生理的欲望。对，他没有生理的欲望，他说他担心他总有一天会觉得这个生活很乏味啊，所以说就一直没有办法给他承诺，因为他怕如果那个样子，后面连朋友都做不了。明白了，这很有意思。所以那个大亮那么的这个舔狗，虽然舔狗这个词是一个好词啊，我们不是个坏词啊。所以什么时候让你突然之间从原来说你别爱上我啊，我为什么结果给你的，到最后说咱们要不确定关系吧？就是那段时间我生病了，就是我那段时间抑郁症特别严重。然后就他一直陪着我去看病啊，比如说，然后我之前，然后他会就是我之前那段时间还正好在实习，他也会强制要求我就是跟找老师请假，因为请假的事情，因为我们当时的工作也比较特殊，请假不是很方便，然后就经常因为这种事情大吵，但是还是会去，就吵得很厉害的那种，对，然后就会感动。就比如说医生这边约好了，然后打个电话过去。这边接电话马上出警了，来不了。对，就我就会很头疼。对，因为就是那个工作的不规律性嘛，然后就被那个医院拉黑过一次。对，预约拉黑，你不能再去了，然后后面就换医院。哦，这样子。对。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你能够从他身上能够感受到那种虽然看着有点这个霸道的感觉哈，但很强烈的爱，就觉得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就那种爱也是很凶猛的啊。对，慈祥的爱。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就是那么大了，就喜欢一个年轻的，虽然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喜欢年轻的，但是别喜欢我。现在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所以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在恋爱对象里面，如果你要找的话，你更优先是选年龄大一点的吗？还是说跟你差不多的？我现在的感情观念就是真心喜欢我的，真心喜欢。对，年龄不是问题。年龄，他以前那个朋友我见过嘛，就是和他也差不多的。对。所以你也感受过你们差不多00后的这种2个人之间的爱，现在跟一个80后之间的恋爱，这有什么不同点吗？就是感受上。就是小孩嘛，就是感情方面他会就是总会有更好的，就是会有这种观念。但是现在也还好，我们会一起看帅哥，我会一起看帅哥。这是什么感觉？一起看帅哥就说来，我们看评点一下街上走来走去。但是其实我们会一起看，但是不会点评。但是我跟他的前任会2个人会在一起点评，对，来请评委亮分。他们会一起吐槽我。还有这样子。对，因为他其实很爱吃嘛，然后他也有那个高血糖。其实主要是关心我。我跟他前任讨论过，就是我有时候管不住他，就是我跟他讲说晚上不能吃东西，然后11点钟就是家里面突然到了外卖，那种感觉，然后就管不住。他一股怒火上升，他会给你藏起来，然后就有一次我记得。就最近有一次约好去健身，然后我没去嘛，因为下班确实很累，因为我那边下班要1个小时多一点到家，特别远然后到家之后反正我就耍赖不去了，他也没动声色，但他也没有劝我去，但他晚上他就是很生气，就是一张死马脸，然后就直接给你贴过来。其实我是比较理解的，因为因为我去接他嘛，也要花1个多小时，之前没上班的时候，他会经常来接我。对然后就会觉得，其实他上班其实早上7点过出门，然后晚上8点过到家，我就觉得其实，这么辛苦，其实到家还要去健身，我觉得他可能承受不了，那我体谅一下吧。所以像你们现在在一起多长时间了？搬在一起？其实认识的话还是蛮久了。认识有个3年多，不止，就那年那个魏良他们到咱们，就20年快4年了，快4年了。然后在一起的话，应该是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10月份啊，那也还没多久。1年的方向走同居的这个过程。对，因为同居这个是比较快，因为我自己本来我有住的地方，然后我是属于我坚持的观念就是，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不喜欢异地，我觉得2个人要相濡以沫，要生活在一起，那个才是过日子。我说，
只是我也不是说反对异地啊，只是我个人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大年初一的大年30的晚上跟我讲说，哎，一个人在家好孤独好孤单，然后好孤独好孤单，然后初一从家里他从家里跑上来了，你就回来找他了。对，因为他在江津嘛，然后他过年要回去陪他妈妈嘛。是的，离得比较远，然后家里面都在问，是不是有对象啊？是不是有对象？没有。所以你们家是你爸妈都知道你们俩的关系？我是已经那个的，都出柜了嘛？都出柜了的。然后我妈她是这种，反正就不管是和我前任还是和我之前还是和他，都会跟我说，就都我说啊，就说你因为我在我妈的面前呢，就是觉得我脾气不好，我脾气很急，我容易发火，然后我妈总是跟我说的是你不要去一天怎么说人家啊，不要把人家气走了，你一定要就这个样子。这老妈妈的心真的操的这个样子啊，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妈现在她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到我们家来，就是帮忙，不是帮忙，就她帮忙收拾，然后她就是不收拾东西，就是我们把东西收拾了，她都会过来看一圈啊，然后再走。然后因为他家离他那个房子离我们也很近，然后我妈她要去一个地方买菜的话，我那个家正好是在这个中间，哎，她就会过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也觉得现在这个生活还是挺开心的，就是怎么说呢？像我们比较懒一点，我们就不愿意往我妈家跑，但是我妈和我爸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到我们这里来做一顿午饭，大家一起吃，哎，好温暖哦。第一次见的时候就觉得记忆，但他其实你会觉得他这样是记忆，对记忆，但实际上人家也不需要，只是他爸爸妈妈跟你过来是吧？对，他还是可以独立处理很多自己的事儿，肯定都是可以的。对，这是可以的，因为我之前是在外地嘛，然后最早我毕业的时候我在成都待了有2-3年，然后才回的重庆。哎，那这种年龄的这个差异性里面，除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以外，对性呢，也会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看法吗？就还好。就说性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我和他的一个区别在哪里？频率也不一定能够在一起。频率差不多，我觉得是，这只是说你都有这么差劲了吗？没有，其实我还是比较旺盛的。哎，对，只是说我的那个时间点是在上午白天，有的是早上，他是晚上，这个这都调不了了吗？这个？其实也还好，反正有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我就。强行上工，对啊，对，就这个是可以调的，但频率并不是一个大的挑战。那个不是，我觉得我还很年轻，他也很年轻，然后大家差不多。那还很好啊。有的人可能会为这个吵架，其实还没有因为这个吵架，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有感觉有那个有欲望，那大家就一起，对吧？就可以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我应该要做，或者是说我定期要做的一个东西。但是有时候，他如果有年龄上的比较大的差距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有这个欲望，有的人没有啊，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冲突了呀。很正常，因为就像他有时候会工作比较累，或者我工作比较累的时候，当天晚上就比如说他要或者我要，那我们就是我们发生过这。哎，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不是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过争吵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他突然想要的时候，然后他会他会体谅到我，可能那个时候我比较累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他就会自己去那个啥，然后我就非常抓包了，然后我就去厕所，我就正好上厕所的时候，怎么回事？就这个样子，对，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出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人其实根本不爱我，是假装和我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想法。对呀，对，可能你居然背着我这些东西，对，就这个样子，对，真的就这种想法，就这个发生过，对，发生过 ，OK， 就是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你们会对这种开放式关系怎么看呢？开放式关系其实我不排斥这个东西啊，因为我觉得。或者这样说，就是我接受开放式关系，但是我是不会说我和另外2个人，就是说我可以选择我和他，但是我不会选择我和他们一起的这种，就是我是比较自私、比较占有欲比较强的那种人。明白，所以00后怎么看这个？我还没办法接受，还没办法接受。我是正统的社会主义，保守一点，我们所谓的保守一点，对，保守一点，在1对1的关系里面，对。其实包括我现在也没有出柜，但是我的
我跟我们的同学啊，包括很多朋友啊，都知道他是我对象，也之前问过他出来吃饭啊之类的，然后吃饭也会邀请他。啊，就像我以前说的啊，从来没有和一桌警察跟叔叔在一起吃饭。后面居然跟一桌警察叔叔在一起啊，对，而且还个个还秀色可餐。他每次都跟我讲说什么时候约他们过来在家里面吃。我说你要吃啥？你要吃什么？你讲清楚。对，你要吃什么？你还好，你都不特别生气。还好啊，其实我感觉就是你偶尔会开这种玩笑嘛，或者你偶尔会看一些就是比较那种赤裸的东西，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其实我觉得人可能没有表现出来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他可能受一些东西的束缚，他其实不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嘛，就真实一点，轻松一点。对，而且我比较相信他，不太可能。就是他没那个胆子，就是他没那个胆子，主要是他没那个胆子。为什么？你有什么控制他的招吗？就是那个没有，就死马脸对着他，他自己就会回来。自己回家以后就给我好好在那里检讨。对，那个模板道歉模板贴哪里？对，已经受过训练的啊。以前很多，现在还好了。现在只有生气的时候会，以前就是看着他就。直接给他脸色看，对吧？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刚才讲就是说这个关系在这个你有一段时间生病的时候那种温暖感也好，或者说那种陪伴也好，然后发生了这种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改变，是吧？所以在某一个有个什么具体的时间点，就觉得说这个人我就要跟他在一块了。当然这个舔的也是不停的往前推嘛。就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你觉得这个关系变了，这个跟原来不一样了，你有那种时间点吗？有个什么分水岭吗？我觉得应该还是和他生病的时间有关吧。就是他那个时候生病做治疗，后来因为抱着我哭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好像是把我放到他心里去了，就是脆弱，可能是一个切入点。对，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得很强硬，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展现这种东西。所以 OK， 那这个就直接说。一边看着他抱着哭了，估计那个一直在想说，我终于把他拉下了。我自拍了，他躺在我自拍了，他躺在我腿上，然后我们坐那个车，然后我就你看看，他有心机了哈。那照片都藏着的。太有心机了，知道吗？对，那你们家一般谁是代言人啊？就是你们两个一般做一些重要的事的时候，有些什么？他会和我商量，会商量，会商量。所以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一起之后，你们的手机上还会装一些什么小蓝、小红那些软件吗？我现在没有装，我也没有，现在都卸载了。对，卸载。那如果哪天你不小心看他手机上弹出小红的信息，那我一定会给他说，是为了做宣传，所以我才装这个东西。借口找好了，看见没？对。没有，因为以前做的这。我知道。那如果你要发现他下载了一个什么抹蓝抹红了，那我当时肯定会不开心，这是绝对的，直接给他卸载了。就像抓包在厕所的那种情况一样的，肯定就是这个。你抓包在厕所还在人家都是不是自己完成，还没有跟别人。就是他，因为我现在也比较担心他的身体原因，所以尽量就是。一般是因为以前是他顺着我嘛，然后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我顺着他。对，所以你们俩现在在一起了之后，你们俩角色有变化吗？比如说原来他是像爸爸型的，现在你更像一个年幼的慈爱的爸爸来照顾一个。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有。年长的宝宝，他照顾我的地方，他会很细心，有的时候他会很啰嗦。这个转变，我觉得是有的，这也是让我就。当别人说他只是怎么说呢，勉强跟你在一起的这样的话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告诉我他是真心的。所以你就说刚开始的时候你见他的时候不是有那种生理上喜欢那种天菜，对不对？对。所以其实你们两个这个交往其实也是可以证明说，其实情感发展到后面以后，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化学反应是可以产生的。对。反正我不能说所有人都这个样子就所有他。反正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还是至少在性爱上面，我觉得双方还都能够满足，但是能够满足多少，这个我不能说，反正我只能说他给我的满足是很 OK 的，但是我觉得就这个东西你不能完全就看这一块，所以其实看你们俩的这种关系，就是说
先发展了一段时间，虽然中间有波折哈，最后再在一起，哎，这个其实情感的关系也是有不一样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风格嘛。对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些人喜欢做总结，但其实我觉得人是没办法总结的。没错，就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然后很多人他就喜欢把自己往这个里面套，像不知道谁说的啊，分手不能做朋友，很多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要这样做，因为别人说过这样的话。对啊，那我就不愿意这样做，我就觉得，既然两个人相爱了，如果有什么东西什么遗憾导致两个人不能在一起，那为什么非要一辈子仇人或者什么样子的？你会让他看你的前任吗？他见过那个小周。当时他那个前任从外地来，我还招待他们吃饭啊，这样的啊。其实那个前任是，他落地，他没落地，他落地我就知道他有鬼，他落地我就知道他有鬼。你怎么就发现了前任的这些蛛丝马迹？当时跟我跟你说，最扯的是，他们在一起，然后就来了嘛，然后来了之后，他们就在一起待了几天。3天，在第3天他的前任来到重庆跟他待3天，对，然后你呢当时也在正在舔狗阶段，还去给人这个见面那些，对，请他们吃饭，然后氛围气得不得了嘛，说一脚把他踹回去，也，我觉得也还好，我还好，当时没有这种想法啊，然后当时他来跟我说，他说，他后面有点松，我其实是这样的，是他落地的时候，他报给我的，就是我说了，当时他给我直接过来的机票，他的站台不一样，第一个站台不一样，时间提前了，就好，然后衣服有问题，衣服也有问题，对，衣服就是他去深圳玩了2天，跟他的前任一起玩了2天，然后衣服已经有味道了。然后就待很久，然后我拜托我朋友去看了一下他的行踪，然后就发现他是从深圳那边过来的，然后他自己也说过他有个前任在深圳，然后就知道他有问题，那肯定是，然后他带了，就是因为当时他是兰州那边跟我一样的学校，是他带着相应的那种制服跟人家玩 cosplay， 应该是玩 cosplay， 然后我就觉得，你都玩的那么开心了，那我就放你去玩呗。然后等他，其实我们是玩3天过后，他是后来给我说的，他走了之后跟我说的。对，我是走了过后再跟他提的分手。所以他来到重庆以后，反而这3天里面你们照常相处。对。然后您走了之后，你就跟他说 ，OK， 我们就各自保重。他还顺了一套衣服走。对，还顺了刚给你看。对。都是年轻人是吧？对，我觉得当时就毕竟也飞过来玩，也没必要说当场撕破脸什么的。那就等他安全到家，万一中间出了问题，说不定锅还在我身上。那你挺善良的哈，对，想的都是为别人着想。对，那你们对未来呢有什么样特别的规划吗？未来我觉得我就让他减肥健身，别死，陪我久一点，就这样。讲得好直接，他真的对这个是他一直在这样说的，一直在这样说。健康是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想就是大家就现在这个环境嘛，大家钱多一点好一点，大家能够一起努力的去怎么说呢？多挣点钱嘛。对。啊，这个我觉得我很俗，但是我觉得感情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基础。对，特别感谢我们今天2位朋友，一位是重庆的大亮和他的伴侣小涛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拜拜。